大家好，我是大伟。天气热啊，太阳又辣，但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季节。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患有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非常的快，每天很担心。但是担心归担心他每天还是很少去做运动主要他都是在一些饮食上面进行一个补充。咱们说骨质疏松最怕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光去补钙，而这个钙在体内它不是直接合成的，它需要阳光。对吧？这个夏天太阳辣，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刺激我们钙质合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而很多人他不知道，他每天隔着玻璃晒晒太阳，但是隔着玻璃一晒，这玻璃一挡，它很多这个一些优质的光线它进入不到我们身体当中就不能帮助我们促进我们钙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你想改善你的一个骨质想让你的骨质流失速度变慢让你的骨质变得越来越坚硬，你把这个视频看完或者把它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每天看，会让你得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好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其实有说法的夏天我们选择8到9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光没有那么辣，然后呢，我们背部对着太阳，把背部对着太阳，然后呢手你看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扣在一起，把手扣在一起以后呢，去踮脚，手往后拉，看1、2、3它是一个背部7颠是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但是后面有人也把它改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背部7颠一般是这样去颠我们拉了一个手去撞什么？撞我们的肾阳借助后背的一个太阳去照射阳光的照射去撞我们的一个肾阳。一个呢是提升我们的肾气，肾主骨拉气提升肾气以后整个人的这个骨质会变得非常的好骨骼会对骨骼非常的好。第二个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震荡通过我们一个震荡，能更好的提高我们骨骼当中的一些结构它的稳定性。最后呢，再加上我们的阳光帮助我们促进一个这个骨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呢，我们就对着阳光，你看1、2、3换一个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呢有一个讲究是什么呢？咱们很多做这个动作的人都是年龄普遍是45岁左右往上走所以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求不要动作大踮脚不要踮很高轻微踮脚，脚后跟撞地轻轻撞地，然后手臂也不用拉得很像年轻人一样拉得很厚，只要稍微的，你看1、2、3、4，很舒服。撞击的时候是用我的这儿大家注意看1、2、3我们的手腕，用我们的手腕去撞击我们的一个这一块双肾。来看1、2、3、4做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小腹持续的要往内收紧去把这个动作做一做。每天早上8到9点钟，你把这个动作背对太阳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如果感觉不累你休息一会儿，再做个20下到30下，做个2到3组，总共时间5到10分钟就完全够了那么今天任务就达成了，就在这个夏天每天早上起来就把这个动作加入到我们的锻炼计划当中，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家中有老人的，或者家里面有人的骨质流失非常快，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给视频点个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超级霸气的赞。我是大伟，没关注的关注一波，每天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知道老年人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答案就是骨质疏松。我们现在患有骨质疏松的老人是非常的多。你其实别说老人了，就是40多岁左右的一个中年人，他有的很多人也是骨质流失的非常的快。但是呢，很多人前期都没有重视，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以后慢慢的就开始什么骨骼里面发酸疼感觉浑身没劲慢慢的他就去一检查，发现骨质疏松了。其实对于骨质疏松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我每天比如说我吃钙片或者我怎么样，对吧？饮食上面注意，那我的骨质疏松慢慢就好了，这可能吗？其实很难。为什么呢？因为骨骼这个结构它其实很难做到这个逆生长。
也就是说，讲白了啊，就骨质疏松了啊，它里面比如说疏松了，那它就疏松了啊，你只能到后面去弥补什么呢？减缓它的一个骨质流失。因为我们正常人啊，比如说你过了50岁以后，每年都会流失1%2%的一个骨质，但是有些人他流失的速度过快。过一年，它就流失了3%到5%或者6%啊，它流失的速度远远大于正常人。那我们认为啊，这个就是不正常的啊。所以呢，今天我教给大家几个方法，这几个方法呢，无论你是做来预防也好，还是呢去缓解骨质的一个流失，都能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哪几个方法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多晒太阳啊，因为现在的人呢，咱们讲啊，运动的也比较少，做的也比较多，平常呢，夏天呢怕热着，冬天怕冷着，很少啊去晒太阳了。但是呢，这个晒太阳又是必备的，因为晒太阳啊可以促进我们骨质的一个合成啊，促进了我们营养的一个吸收，所以晒太阳真的非常重要。我们马上呢，现在是春天啊，在进入了夏天这个季节时候啊，你就去晒太阳，每天啊去晒一个20分钟到30分钟啊，这个量啊其实就够了。那么除了晒太阳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去运动啊，运动绝对是预防或者缓解我们骨质流失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很多人啊，他太小看运动了。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运动啊，不是普通的啊，比如说你去跑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不是这类的运动啊。骨质流失的缓解的运动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一个震荡力。什么叫震荡力啊？就是脚啊，你用劲的去踏一下地面，你看地面会给你一个反馈，这个力啊，它会顺着我们的腿啊、关节啊，慢慢的往上走啊，它产生了一定的震荡力。这种震荡力啊，它会刺激我们的整个骨骼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呢，它能缓解我们啊整体的一个骨质的流失。那怎么样去让我们身体产生这种震荡力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像很多人啊，比如摸篮板啊，跳着去够篮板，你看起跳落下，它这个时候啊就会产生一定的震荡力。但这个呢，适合膝盖比较好的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你去这样去做，每天你就跳着去够一些东西啊，就叫起跳回落，起跳回落，一天去跳个50下到100下，它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就可以去达到缓解我们骨质流失的一个目的的。它啊，因为我们讲的是目的性啊，不是讲说你去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怎么样就达到减肥啊或者增肌啊等等，我们只是达到目的就行了。第二个呢，运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原地踏步啊，你别小看原地踏步。我们在做原地踏步走的时候呢，骑我们的腿重重的往下踩下去啊，然后再骑腿再踩下去，这个适合很多中老年人去做啊，就原地踏步，用脚啊重重的往下去踏。你往下一踏以后，它有个震荡的力量传上来，哎，这个时候就能很好的刺激啊我们的整个骨骼啊经络。这个方法呢，就是也要踏正法啊，非常的好。就是我们每天去踏一个100下或者150下，很多中老年人没事你就去这样做，越做啊，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不一样了。好了，除了运动以后，第三个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这个睡眠啊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前面2个做的再好啊，睡眠不好啊都是零，因为无论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修复，还是啊这个身体里面肌肉的一些增长，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说啊，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以上3点啊，我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首先运动你一定要做，哪怕你每天啊坐在办公室里面也不爱运动，你把那个踏步走啊，你去做一做。这个踏步走呢，不仅啊促进我们的循环，同时啊还特别的轻松，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性价比。那除了踏步走以外呢，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晒太阳啊，没事的时候晒一晒，最后就是睡眠，睡眠就不多说了啊。那这总结以上3点，你做好了以后啊，这个身体的状态慢慢就会回过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随着年纪的增长，骨质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但是骨质流失的速度过快呢，就变成了骨质疏松。那么很多中老年人啊，都被骨质疏松啊所困扰着。比如说走路不敢走，运动不敢做啊，骨质变得更加脆弱。而且呢，有些朋友啊，夜里面睡觉，小腿还容易出现抽筋，身上啊出现浑身的这种僵硬和酸痛感。那么骨质疏松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呢？啊，非常的简单啊，记住2部曲。第一个呢，就是去晒太阳。第二个呢，就是
多锻炼啊，通过运动啊，增加我们骨骼啊对钙质的一个吸收能力。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的骨质疏松，延缓骨质的流失。今天啊，我要教大家一套经络拍打动作，是专门为骨质疏松设计的。大家跟着我啊做一做，就能够让你的骨质啊越来越结实。那么做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这2把经络拍啊，非常的耐用实用啊，非常的结实，居家备上2把，可以轻松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好，我们来做第一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我的腿啊，后腿是弯着的。前腿呢是伸直，脚尖往上去勾，同时呢我们腹部核心收紧，然后用我们的腹部啊带动我们的身体啊去做一个前后晃，把我们的手呀也摆动起来，从我们的腿部啊一直拍到我们的大腿根，这个呢是刺激我们腿部的整个骨骼的一个坚硬啊。来走，1、2、3、4、5、6、7、8。动作是非常轻松，你只要随着你晃动的一个节奏啊去拍就可以了。咱们的拍子啊是非常柔软的啊，非常柔软，所以拍的时候大家不要用劲去拍，你只要把手晃动起来，用拍子的面去击打到腿部就可以了，这个力度啊就足够渗透了啊。我们接着来做，来1、2、3、4、5、6、7、8。做的时候啊，身体要放松，核心要收紧。换条腿再给大家做一遍啊，然后来1、2、3、4、5、6，腿全部要拍透啊。我们从下到上走上一个3到5遍，你会发现啊，这个腿上非常的舒服啊。同时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它又能锻炼到我们的骨骼啊，来回晃动进行一个刺激啊。随着我们的一晃啊，就可以把我们的经络啊轻松排通，同时啊刺激到里面的骨骼啊，非常轻松的一个动作。好，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们每条腿啊做上一个3到5下。第一个动作做完了，咱们再讲第二个动作，它是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腰部这个区域。为什么选择腰部呢？我们要知道，人体的重量自上而下，最容易压在哪呢？就是压在咱们的腰部啊，所以这个位置啊非常的重要。从腰部往下呢，就是我们的骨盆，骨盆啊它结构非常的稳定，然后再分散开来到我们的腿部、我们的脚踝。所以第一个动作呢是刺激我们的下肢，第二个动作呢主要是疏通咱们的腰部啊，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咱们怎么做呢？选择踮脚，踮脚起来，手举高，然后下来的一瞬间拍在我们的腹部和我们的腰部啊，大家注意看啊，腹部、腰部，腹部、腰部啊。这2个位置给它一个震荡，同时震荡的同时，我们小腹给它收紧，再配合我们踮脚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力量啊就可以刺激到我们深层的一些组织以及我们深层的骨骼啊。我们来试一下，1、2、3、4，注意拍的时候小腹一定要收紧啊，千万不能拍的时候整个人是松松垮垮的，这样就不好了。在拍打的时候啊，挥动我们的手臂，手臂尽量抬高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刺激我们整个身体啊，把你的肩颈啊也能带到。好，我们去做一个30下到50下啊，拍完以后啊，小腹上面应该有一种酥酥麻麻啊，非常酸胀的感觉，整个人啊是非常通透和舒服，而且呢，颠完以后啊，后背上面会出汗，有助于疏通我们整个背后的一个经络。好，这2个动作啊非常简单，很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自己在家居家锻炼，强壮我们的骨骼啊，同时呢锻炼到我们的全身。那么选择经络拍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2把经络拍，1把经络拍呢只能做一个被动的啊敲敲打打，2把呢我们可以编排出很多的动作啊，对于身心啊都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视频的观看。那么没有点赞的朋友啊，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同时建议大家把视频啊给收藏下来，以后随时点开，随时就能看到啊！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骨质疏松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这个难题呢，它并不是说怎么样去防治啊，防治方面啊，其实世卫上面已经有个统一的共识，就是运动是防治骨质疏松最好的一个方法。它难就难在很多人啊对骨质疏松的认识度啊还不够。什么叫做骨质疏松呢？就是你明明啊才40多岁，但是你的骨骼年龄啊可能已经达到了60岁。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去防止咱们骨质的一个流失。
怎么样去有效的防止呢？其实就2点核心。第一点呢就是吃，第2点啊就是练。其实吃的这一块啊，大伟啊是不太担心的。很多人啊，他的这吃的意识啊非常的好，但是咱们要知道，吃的东西再多，它也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你吃的钙再多，它吸收不了也没有用。这里呢就要引入到第2个概念了，就是练。练可以很好的刺激到咱们的一个骨骼结构，让我们的骨量进行增加，同时啊很有效的帮助我们预防缓解我们骨质的一个流失。今天我们重点啊就讲一下怎么样去练。这里给大家推荐2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冲击性的运动。很多人听到冲击性运动啊，他会感觉啊非常的恐怖，说我年纪啊都50、60岁了，我还能做这种冲击性的运动呢？当然可以的。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比如说咱们去做跳远，你看跳远往地上落地的一瞬间是有冲击性的，对吧？但是这个呢，中老年人做不了，为什么？因为年纪太大了，不太适合他们的运动。还有一种运动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啊，我做一个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它有冲击性，我们脚在踏地的一瞬间，它这个力量就会顺着我们骨骼往上走，它也是冲击性的运动。所以今天我讲的是非常柔和的，适合于中老年朋友们进行骨质增长啊，减缓骨质流失的冲击性运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介绍的第一个动作啊，就是原地踏步了。这个原地踏步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腿尽量抬高，然后往下去用脚跟进行一个撞地这么一个瞬间。那么在撞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腹部收紧，不然的话，有的人啊他会震的腰啊会不舒服。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啊，抬脚震，每一下我的身体啊都能感觉到一个力的一个反馈，一个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它可以很好的去放松我们腿上的肌肉，同时啊对骨骼啊进行一个刺激。我们每天啊去做一个100下到200下啊，自己数着去做就可以了。啊，腿一定要抬高，这是动作的要点。接着呢，我们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踮脚啊。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这个整个核心啊要收紧，然后呢，我们把脚啊往上去踮，踮到最高的时候，快速的下降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啊抬头挺胸啊，你要能感觉整个力啊在往上窜啊，然后腹部要收紧，我们就踮一个20下到30下啊。这样的话也能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一个骨骼，让我们的骨质啊延缓流失。这2个动作呢都是冲击性运动，对于我们有骨质疏松的，或者呢想要去预防防治骨质疏松的，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我建议大家可以每天没事的时候练一练。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非常好的有价值的健身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啊都知道，在冬天啊要补肾气，肾气越足，这个冬天啊过得就会越好啊，身体啊也会感觉越踏实。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啊都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现在啊这很多人啊都不爱晒太阳了，特别是在冬天天越冷的时候，很多人基本上是做到足不出户，除非是特别需要去外面，不然的话就在家里面啊一待很久。以前的人啊，因为条件啊有限啊，家里面也没有暖气啊，基本上都要出门去晒太阳。但是现在啊条件好了，对吧？家里面各个家里面都有暖气了，天气冷了就在家里面啊，也不出门啊。即便天气不是那么冷，他也不出门，就导致了我们的太阳晒得少了。你要知道，中老年人比年轻的群体啊是更需要晒太阳。而且在冬天，这个晒太阳可以说你晒的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太阳它不像夏天，夏天的太阳特别的辣，你晒久了以后啊，对于皮肤会造成伤害。而且天气也特别热，很多人啊弱一点的在太阳底下一晒啊受不了了，出汗出多啊，虚脱啊、中暑啊、休克啊都有，对吧？但冬天不一样，冬天这个太阳呢，它照在这个身上啊，会感觉特别的暖和，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免费的日光浴啊，就是提升我们身体当中肾气最好的时候。而且呢，很多人啊，中老年人他有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晒太阳。晒太阳大家都知道有助于骨质的钙质的一个合成，所以呢，换句话来讲，你多晒太阳也有助于缓解你钙质的一个流失啊。所以中老年人在冬天啊一定要多晒太阳。今天啊，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提醒大家一下。
冬天只要天气不是那么的恶劣没有刮大风下大雨天气如果是阳光明媚的，你就把椅子搬出门去晒晒太阳，把头给护好，然后坐在这个背对着太阳，就每天就照上一个半个小时到1小时身上的保暖措施做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吸收阳光当中的能量，同时它给你带来身体上面的帮助，远比你在这个温暖的屋子里面带来的帮助要好得多。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好，就是配合着冬天晒太阳一起做，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肾气，并且强壮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背对太阳以后呢，用我们的手腕就这样看凸起的位置，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去撞击我们的一个肾区这个位置大家看1、2、3跟我做这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我的手你看折过来，你看踮脚回的时候呢，这个手你看带过来，用我们的手腕就给它撞击。大家注意听这个声音看1、2、3它的力量是很渗透的，能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肾区上面你看就这样，这要敲肾一样我们1、2、3、4、5、6、7、8、9、10不用很大的力量只要轻轻的这样去敲一敲，你会感觉这个力量渗透的特别舒服一边踮脚一边做这个动作我们就这样去做，每天背对着太阳，我们可以做个80下到100下左右。体力不好的朋友们就做个50下。做完以后一定要有一种什么呢？有一些汗想往皮肤外面冒，但是呢也没有冒出来。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的就是说你不要让汗完全出来，因为汗出来以后这个天冷了容易受凉，所以呢我们有一点点汗往外面钻的意思但是没有完全钻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停止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身体也是微微发热，而且呢你的循环代谢也会一下子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休息个1分钟再继续做。你看1、2、3、4、5、6从后背看一下1、2、3、4、5、6敲完了以后你会感觉身上非常通透，活动一下腰，活动一下你的手腕，感觉特别的舒服，身体上面暖洋洋的，再加上我们的阳光的加持，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在冬天里面去做所以呢，今天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大家日常在晒太阳的时候把这个方法加进去，你只要每天做上一个3到5组其实基本上1天的运动也就达到了，而且呢，通过太阳打开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能量口快速提升我们整体的身体的一个肾气，就非常的好。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